创业负债300万，而我跑趟运输就能赚5万。悬崖路与泥石流，我靠熟练的开车技术与天争命。护送只剩5个小时的移植心脏。我破开车流，为生命开路，与死神赛跑。在人生这条路线上，我还有一群交命的兄弟。我叫陈石，是名货车司机。石哥，吃着呢。有事直说。有个急活，去西安，一整车高精度医疗器械，明早8点前必须到。货主给这个数，5000是5万。跑一趟，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馅饼，是铁饼，会砸伤人的那种。什么货？镶金边了？说了，高精度医疗器械，赶着反那玩意儿，货主赔得多。怎么说？那批货金贵，不能临不能颠，没人敢接。老杰，你真敢啊！这种活也往外递，把人往山处推。5万块是小，也得顾及自身安危。富贵险中求嘛，我又没强迫谁。5万，跑跳油费、路费、老金的抽成到我手上，至少4万。4万能给我儿子买他念叨了几个月的乐高，4万能让我往爸妈卡里打一笔钱，让他们别再吃剩菜。这活我接了。师哥，想清楚了，这不是开玩笑。想清楚了，货在哪儿？东郊保税仓，不过合同你得看清，超时、货损、赔偿金数额极高。师傅，安全和时效最重要。这批货是给外国客户参展用的，耽误了赔偿金额很高。陈哥，这车靠谱吗？路上见分晓，用叉车小心运进车厢，再用大量绳索和卡扣固定。我不放心，亲自爬上去用力推拽，确认它们稳固的像和车身连在一起。最后盖上3层加厚雨布，用几10米长的绳子捆得严实牢固。出发前，我做了最后一次巡视，轮胎、机油、刹车、淋水，万事俱备。已是下午6点，天色阴沉的像一块铁，乌云压顶，风里全是潮湿的腥味。坐稳稳了。老伙计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吼，像一头钢铁巨兽汇入城市的车流。刚上高速，天就全黑了，雨点起初试探性屁大动向，很快排气开到最快，也徒劳划开2道模糊山形。路上车辆越发稀少，我把车速定在80码，已成我手臂的延伸。车厢里只剩发动机轰鸣，雨刮器不知疲倦的刮擦声。陈哥，这雨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这才刚进场，进入秦岭山区，雨势陡然升级，黄豆大的冰雹疯狂砸在车顶上，像是要把驾驶室直接砸穿。山路盘旋，一个接一个的 S 弯回头弯，仿佛一条没有尽头的巨蟒。我的精神冰成了一根钢丝，导航的电子音在此刻格外刺耳。我提前降档，用发动机牵制车速，右脚虚搭刹车，绝不轻易踩下。重卡跑这种夺命坡，最忌连续刹车，一旦刹车片热摔，后果不堪设想。路面积水已成溪流，车轮碾过水花冲天，我能清晰感觉到车身在轻微的打滑漂移。小李早已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出声。山体滑坡的前兆，我的脚下意识就想去踩刹车，却在半空中生生定住。不能踩，这种路况，这一脚下去，车尾会瞬间变成一条失控的铁鞭，把我们连人带车直接扫进悬崖。必须在0点几秒内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我已经开始了我的表演。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我没有踩刹车，反而一脚油门到底。副驾驶上的小李发出一声尖叫，他以为我疯了。老伙计的发动机发出一声低沉咆哮，转速表指针瞬间飙升，巨大的车身猛地往前一窜，这不是找死，这是求生。速度降下来，车轮就会失去抓定力，彻底失控。我要赶在大规模摊发前，利用惯性和动力冲过危险区，这叫挂高档抢坡。别人抢上坡抢下坡，车身颠簸得快要散架，小李吓得发不出声，而我必须稳住方向，不能有丝毫偏差。就在车头即将冲出泥石流覆盖区域的刹那，我听到身后传来巨响，仿佛整座山都在崩塌。我下意识瞥向后视镜，只见刚才经过的路段，一股巨大泥石流个树木石块，如同黄龙般瞬间吞没了整条路面。这场景比任何灾难画面都更真实，让人胆战心惊。小李也目睹了这一切，我们硬生生逃出来了。危险并未结束，冲过塌方区后，紧接着就是一个近90度的回头弯，而我的车速仍在90码以上。小李绝望地闭上眼，以这个速度过弯，只会冲出护栏，坠入深渊。我的大脑却异常清醒，恐惧与杂念全被排空，只剩最纯粹的驾驶本能。右脚离油，左脚闪电踩下离合，右手握挡把，毫无迟疑从12档直接推入8档，哐当！变速箱发出一声金属的悲横，整个车身剧烈的一震，发动机战动，这是重卡司机最后的保命绝招。通过强制降档，利用发动机阻力强行减速，虽伤车辆，但此刻顾不上了。发动机转速瞬间拉至极限，指针死死顶在红区尽头，但这还不够，弯道就在眼前。我再次踩下离合，档把从8档推进了6档，嘎一声更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响起，我甚至闻到了一股焦糊味，车速被进一步压制，降到了50码左右。小李被这剧烈的颠侧感晃得不稳，却惊恐地发现我们并没有失控，车子虽在挣扎，却始终在我的掌控之中。此时车头已经切入了弯心，我双手死死地把住方向盘，利用车身仅存的惯性开始打方向。轮胎在湿滑路面上发出尖锐的抗议声，车尾有了一丝往外甩的迹象。我没有慌，方向盘微微回正半圈，右脚在油门上轻轻点了一下，就是这一下，给了后轮微弱驱动力，瞬间修正了车身载台。巨大的车身以近乎飘逸的姿态擦着内侧山壁，险之又险地甩过了这个回头弯。车身回正重回直道的瞬间，我的后背已被冷汗彻底浸透，满是劫后余生的灼热。车速已降至安全的30米，我重新挂入高档，车子恢复平稳，车厢内一片寂静，只剩雨声与发动机平稳的运转声。陈哥，我们身后已经是一片黑暗，那段危险的路被我们甩在了后面。小李突然解开安全带，趴到一边吐了起来。
刚才那一番极限操作早已超出了他的承受极限。我点上一支烟，手还在微颤，不是害怕，是极致专注后神经的自然反应。第五丁让我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活下来了。陈哥，你以前是干嘛的？开公司的。开公司？那你这车技……公司经营失利，欠了不少债，没办法，只能来开车。至于车技，都是被逼出来的。危险在后面追，你跑得不快点能行吗？后半夜的路虽然雨势不减，但再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险境。第二天早上7点40分，天刚蒙蒙亮，我的老伙计披着一身黄泥，像从战场归来的行者，稳稳停在西安会展中心卸货区。小李，怎么回事？路上出事了！我们比规定时间早了20分钟。兄弟，大恩不言谢，运费马上结，我私人再加2万，谢你一路护送。说好5万就5万，这是规矩。货没问题就签收，得抓紧找地方补交。我今天能多拿2万，明天就可能被逼再玩命。我是还债，不是卖命。兄弟是条汉子，以后有活我第一个找你。卸完货，签了单，我看着远方，心里没有太多波澜，只觉得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我把车开到附近停车场，熄了火，拉上手刹，爬到后面卧货铺上，没脱衣服，头一歪就睡了过去。在梦里，没有咆哮的发动机，没有夺命的泥石流，只有儿子咯咯的笑声和前妻模糊的背影。我的人生还在重载，但这一次，我好像看到了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光。这一觉我睡得天昏地暗，没有梦，什么都没有，就像一块用废了的电池被扔进黑暗的角落。卧室里一片昏暗，只有仪表指示灯悠悠发光。我摸出手机一看，下午4点，竟然睡了快10个小时。这是老金的，一个是陌生本地号码。我没理会，先给老妈的卡里转了2万块钱。发完，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直到眼睛有些发酸。我这才回拨了老金的电话。哎呦，我的陈兄弟，你可算开机了，你火了！西安那趟活圈里都传遍了，说你开旧卡车在秦岭惊险行驶，没那么夸张，还谦虚。货主说以后全包给你，小李他爸是大老板，也点名找你合作。有新活吗，金老板？有，去西安送展柜，明天中午前到，运费3万。活我接了，货在哪儿？痛快，东郊物流园3号仓库，货主的人已等着。又去西安，我心里盘算了一下，这次时间宽裕，路况也好，不下雨，来回邮费过路费1万出头，净赚差不多2万，这钱挣得安稳。一份红烧肉，一份炒青菜，一份番茄炒蛋，3大碗米饭，我吃得风卷絮雨，把盘子都刮得干干净净。兄弟，饿坏了吧？刚从险境里出来，得多吃点压压惊。吃饱喝足，我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开着车直奔东郊物流园。你就是陈实，就这行吗？我这批货金贵得很，磕了碰了你赔得起吗？我默默地检查，对他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只当是耳旁风。轻点，那脚上别碰了，说了多少遍了。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以前当老板的时候，我手下也有这种眼高于顶的人。张总，没问题，我就出发了。明天中午12点，我让人在商场卸货处等你，晚1分钟你自己看着办。我没再搭理他，发动车子，平顺的有些无聊，一路无话，没有暴雨和90码，听着轮胎碾路声，盘算着还债进度，这一趟跑完，手头就有7万块了。离商场只剩5公里，前方高架直接堵死，我心里咯噔一下，2小时疏通，肯定要超时了。高架东向西。张总，我到西安了，高架出事堵车，可能晚点到。堵车是你的问题，12点必须见到货，否则……唯一的办法只有等，时间是下午1点31分。你看看现在几点了，晚了1个半小时，整整91分钟，我的工人和吊车等这么久，你知道我要多付多少钱吗？张总，路上堵车属于不可抗力，我已经提前跟你报备过了。不可抗力不堵，我看你就是磨洋工想多要钱。你们开大车的我见多了，都是一个德行。货已送到，完好无损，你先验货，再结运费。结运费？你违约在先，还想要运费？1分钱都没有！不仅没有，你还要赔偿我的损失，误工费、场地费、精神损失费。张总，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运费是我的血汗钱。血汗钱？你的血汗钱关我屁事！没本事就别出来跑车，开着这么一辆破车，还想学人挣大钱，赶紧滚！别在这里碍眼，听见没？赶紧走人！我没有还手，只是低头看着地上那根还在燃烧的烟头，火星明明灭灭，像我此刻的心情。货在这里，钱我也要。今天不给钱，这车祸你也别想要。你吓唬谁？货是我的，你敢动试试？我马上叫人。硬碰硬没用，懂规矩讲法律才是守住自己辛苦钱的底气。我不会动你的货。根据合同法第315条，承运者对运输货物享有留恋权，你未付运费，我有权扣留货物，至费用结清。你唬我？他硬碰硬没用，耗下去，着急的只会是他。张总，我讲道理，咱们慢慢聊。我就在这等，车上有吃有喝，耗得起。你的展柜多闷一天，风险就多一分，胜负早就分明。
我没管，挑起一筷子面，吸溜一声，吃得津津有味。这碗泡面是我用尊严换来的，真香。你这个驾驶员，我一定会追究车到底。窗外面乱作一团，男管的叫嚷声格外刺耳，不停宣泄着不满。我喝完最后一口面汤，打了个骨嗝，把空餐盒丢进垃圾袋，全程气定神闲，甚至还轻松的是在赌气。这种人欺软怕硬，一味退让只会被步步紧逼，亮出底线，让他知晓分寸，他才会正视你。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比他更有耐心。喂，王队吗？我小张，对，在南三环新凯德商场。我心里了然，他要叫人。可我一点都不怕，事情闹得越大，反而对我越有利。大概过了20分钟，一辆黑色面包车急停在不远处，下来5、6名壮汉，为首的方脸男子脖子戴银链子，走路摇晃，看着像是社会人员。张总，怎么回事？就是他，开大车的还跟我讲法律。王队，帮我让他下来挪车，事成之后这个数。小事一桩，兄弟，识相点，自己挪车，不然我们动手，你的车可能会受损。车不能动，动了我的运费就没了。听见没？他还在惦记运费，小子，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然我就要处置这扇车窗了。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车窗又摇了上去，这是一种无声的回应。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是重卡独有的驻车功能，手动放掉刹车系统高压气体，车轮会被死死锁住，别说推，就算用吊车拖，也得先损坏轮胎。你搞什么鬼？我这老伙计的车窗是钢化玻璃，虽旧却结实，扳手砸上去只留一个白点，连裂纹都没有。这下轮到我安心了。我坐在驾驶室里，看着众人想方设法，却撼动不了他分毫。我的老伙计沉默而坚固，这3平米的驾驶室就是我的铁甲堡垒。这小子软硬不吃，车门打不开，玻璃也砸不烂。现在该怎么办？什么？品牌方在催了，再不跑展柜就要追究责任。我清楚，时机已经到了。我拿起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喂，警察同志吗？我要报警，我在南三环新凯德商场。你他妈敢报警？对，他们手里有扳手等器械，插牌号是 XX New。我叫陈实，正义货车是一辆红色的解放 J6P， 非常显眼。我念过书，懂法。我的这场尊严之战，从我锁死车轮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闹到这般地步，他总算愿意正视问题，好好沟通。陈师傅，有话好商量，别着急。天这么热，要不你先挪车，我们找地方慢慢聊。不用挪车，就在这谈。运费3万1分不少，该有的补偿2万，加上车辆损耗，一共5万先当对账。今天就在这里把事情解决。钱到账，我挪车；钱不到，警察也快到了。我正好把货运合同和这段时间的录音交给警察同志处理。你还录音了？有备无患。张总，你是个体面人，这事闹到派出所，传到品牌方耳朵里，点透这的影响不止5万块。行，算你狠。我看着那串数字，心里那块因为债务而结成的坚冰又融化了一大块。张总，合作愉快，以后有这种好事记得再找我。启动，挂档，松手刹。老伙计发出一声欢快的低吼，使出了这个让我赢得尊严的战场。后视镜里，商场越来越小，张总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我赢了，不光是拿到了应得的酬劳，更是赢回了被踩在脚底的尊严。5万块到手，我没有立刻去找下一单活。我把车开到一个僻静的停车场，给自己放了半天假。先是去公共澡堂，找了个搓澡师傅，从头到脚狠狠地搓了一遍。兄弟，你这泥都够盘3斤核桃了。老板，1斤酱骨头，2瓶啤酒。我吃得很慢，每一口肉，每一口酒，都像是在品味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这场胜利意义非凡，它让我明白，在这个行当里，光有力气和技术是不够的，还得有脑子，有胆量。你得像一头刺猬，平时温顺无害，但谁要是想踩你一脚，你就得竖起全身的刺，狠狠地扎回去。酒足饭饱，我回到车上，打开了手机里的一个货运 App， 这是一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信息平台，叫货满满。我花了1下午的时间研究这个 App， 注册、上传驾驶证、行驶证、缴纳保证金，一系列操作下来，我的账号终于通过了审核。看着这些数字，我心头一阵火热，这才是真正的大动脉，是能让我快速还清债务的希望所在。然而，我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这些看似诱人的高价单，下面总一行小字：平台保障，需缴纳20%信息费，运费由平台结算，20%的信息费，1趟2万的活，平台就要抽走4000，这简直比抢钱还快。更要命的是 T 加7到账，这意味着跑完1趟油费、过路费、吃喝拉撒全都得自己先垫付。对于我们这些背着贷款，每天都在计算成本的司机来说，这7天的资金空网期足以压垮很多人。我皱起了眉头，
这就是所谓的运费霸权吗？平台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制定不平等的规则，把司机死死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肆意盘剥。我往下翻了翻，又发现了一个更恶心的功能：竞价。同一个货源，好几个司机抢，谁出的价低，谁就能接到活。我看着那些卑微的留言，心里很不是滋味。13000跑3000公里，除去成本，还能剩下什么？这已经不是在挣钱了，这是在拿命换折旧费。我关掉 app， 心里堵得慌。本以为打败了张总那样的恶人就能扬眉吐气，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庞大、更无形的张总笼罩在所有司机的头顶。接下来的几天，我试着通过这个平台接了2趟短途，每一趟都被抽走了高额的信息费，运费也被拖延了好几天才到账。这天晚上，我卸完货，把车停在服务区，百无聊赖地刷着一个卡车司机的论坛。一个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看着这些充满怨气和无奈的文字，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司机在庞大的平台面前就是一只可以被随意碾死的蚂蚁。但如果一群蚂蚁聚集在一起呢？我点开那个叫老 A 的头像，给他发了条私信。我没指望他能立刻回复。没想到不到1分钟，对方的私信就回了过来。我精神一振，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敲击起来。第2步，运力协同。那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觉得我是个异想天开的疯子。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老 A 的回信，只有短短1句话。我把他们也拉进来，咱们这个车队就叫复仇联盟，怎么样？开个玩笑，哈哈，名字你来取，要响亮一点的。就叫实干车队吧，实实在在，埋头肯干。我们不搞虚的，就靠汗水和脑子挣我们该挣的钱。实干，好，这个名字踏实。那天晚上，一个只有2个人的微信群悄然成立，群名叫实干车队001。我看了看手机里的银行余额，抛掉这2趟的花销和还掉的小额贷款，还剩下6万多。我给光头刘的账户里转了5万过去，负债295万。数字跳动了一下，像是我沉重人生中一声轻微但无比坚定的心跳。我的人生还在加载，但这一次我不再是一个人战斗。实干车队001这个微信群起初安静的像个无人问津的停车场，除了我和老 A， 一连2天没有第3个人进来。我没催，这种事强求不来。信任这东西比一车最精密的仪器还要金贵，也更易碎，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当，司机们被坑怕了，防备心比谁都重。这2天我没闲着，开着老伙计在周边跑了2趟短途，钱货两清，干脆利落。虽然挣得不多，但每一分钱都揣得踏实。空闲的时候，我就把车开到郊外一个废弃的厂区，练习倒车和移库。我把几10个捡来的破轮胎摆成各种刁钻的角度，模拟各种狭窄的卸货平台，一遍又一遍，前进、后退、右色样，打满方向，微调。我享受这种感觉，享受着把这台10几米长的钢铁巨兽驯服得像自己手臂一样精准的过程。这是我的手艺，是我的饭碗。第3天晚上，群里终于有了动静，看到消息，在黑哥，怎么了？老 A 发来一个欲哭无黑的表情，接着是一张照片，照片上一辆蓝色涂装的东风天龙静静地停在服务区的停车位上，车身一侧油箱盖被撬开了，地上黑乎的一片，满是油污。我心里一沉，水鬼是我们行内的黑话，专指那些在夜里潜入服务区偷盗大货车柴油的油耗子。妈的，别提了，就睡了4个小时。看着老 A 的抱怨，这一下等于1趟活白跑了，甚至6000块钱。1箱油按现在的油价就是还要倒贴，对于我们这些挣辛苦钱的司机来说，这跟在心口上剜了一刀没什么区别。
这帮人都是团伙作案，开着改装过的病桩子，几分钟就能抽干一个油箱。你发现了，他们人多势众，你打不过；你不发现，第二天就只能对着空油箱发呆。以前开公司的时候，为了防盗，我在仓库的围墙上装过高压电网，那玩意儿效果拔凉，几个不开眼的小偷被电的围几公里都成了贼禁区。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慢慢成型。A 哥，人没事就好，钱没了可以再挣。你现在在哪儿？我看看附近有没有兄弟能给你送点油过去。老 A 发来一个定位，离我300多公里。我把定位转发给老金，让他帮忙联系下附近的司机。放心吧，陈实，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我已经联系了一个车队的兄弟，带油过去支援了。解决了老 A 的燃眉之急，我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那个在我脑子里成型的念头越来越清晰。哟，陈老板又来照顾我生意，这次是哪儿不舒服了？是发动机壳了，还是变速箱喘了？王师傅，不修车，我想给你这儿买点东西，在借你的地方自己动动手。哦，想买啥？只要是车上的零件，我这都有。我要一个12伏转220伏的密变器，功率要大一点的，再要一个汽车电瓶，1套点火线圈，还有足够长的绝缘铜线。你要这些玩意儿干嘛？在车上开火锅店啊？我可跟你说，私自改装电路出了事儿，保险公司可不赔。放心，我有分寸，就当是我做过的小实验。行吧，跟我来。我把车开到厂区一个偏僻的角落，拉上了驾驶室的窗帘。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把自己关电瓶拧吹，驾驶室确保了我的临时亮相储备，然后将大功率密闭器接在电瓶上。这东西能把卡车微弱的12伏介疗电瞬间提升到能驱动家用电器的220伏电疗量。最关键的一步来了，我将点火线牵的输入端连接在逆闭器的输出端。汽车的点火线牵本身就是一个升压变压器，能把12伏的电压放大几百倍，产生足以击穿火花塞框隙的高压电。现在我给它输入的是220伏的电压，我没敢去计算它最终能输出多高的电压，我怕那个数字把自己吓着。我小心翼翼地用绝缘胶布把每一个接头都缠得严严实实，然后将点火线圈的输出端用足够长的绝缘铜线引出，一正一负2条线。我钻到车底下，在并条顶泥地上躺了半天，分别固定在零线墨线了油箱的外壳上和靠近油箱箱的金属车手架上。2个触点之间只隔着不到5厘米的距离，只要有任何导电物同时接触到这2个点，一只想撬油箱盖的手，一个简陋但绝对致命的电击陷阱就这么完成了。我在驾驶室里给这套装置的总电源接上了一个独立的开关，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切断电源，让它变成一堆无害的废铜烂铁。做完这一切，我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不是热的，是紧张的。我看着那个红色的开关，感觉它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我不是什么正义使者，我只是一个想保住自己饭碗的普通司机。这个世界有时候不跟你讲道理，那我就用它不讲理的方式来保护我自己。陈实啊，有个硬骨头，你肯不肯？说说看。一批精密仪器从咱们这儿送到新疆的喀什，货主是军工单位，要求特别高，路程4000多公里，限时5天内到，刨去所有开销，纯利至少能到8万。活儿我接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有这个胆儿。货在城南的保燧仓库，明天一早去装货，路上小心点儿，尤其是过了兴兴利那边的路不好走，油耗子也多得跟狼一样。去喀什的路像一条没有尽头的灰色带子，从华北平原的富饶一直延伸到西北戈壁的荒凉。离开市区，城市的喧嚣被老伙计平稳的引擎空鸣声取代。我把车速稳定在80码，这是最省油也最稳妥的速度。车窗外景物飞速倒退，绿色的田野变成黄色的土坡，最后视野里只剩下单妙的戈壁和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轮廓。一个人开车，有时候你盯着前方那条似乎永远不会转弯的路，感觉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孤独是最好的催化剂，能把心底最深处的念头都蒸出来。想起了我妈鬓角的白发，想起了那300万的债务，这些念头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神经，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我把手机连上蓝牙音响，放着一些老掉牙的摇滚乐，许巍、郑钧、汪峰。在发动机的伴奏下，那些嘶吼的歌声成了这趟寂寞旅途中唯一的慰藉。军工单位的货确实不一样。出发前，2个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的工作人员在我的车厢内外安装了好几个铅封。师傅记住了，任何一个铅封有破损，这趟活都算失败，运费分文没有。我明白，货在人在。这让我连打个盹儿都不敢打得太死。每隔2-3个小时，我就得下车，绕着车厢走一圈，检查铅封，检查轮胎，检查车况。第3天晚上，我进入了甘肃境内。按照老金的提醒，这一带是油耗子最猖獗的区域。我刻意避开了几个大的服务区，选择了一个看上去比较偏僻但停不少大货车的临时停车区。时间1分1秒的过去，凌晨2点是人最困的时候，眼皮像挂了铅块，上下打架。我掐了自己一把，强迫自己保持清醒。就在我快要扛不住的时候，后视镜里出现了一点不寻常的动静。一辆没有开车灯的黑色面包车像个幽灵，悄无声息地滑进了停车区。它没有停在空着的车位上，而是在几排大货车之间缓慢地穿行，像是在寻跳。来了。
那辆面包车在后面那辆车的旁边停了下来，他们都穿着深色的衣服，戴着帽子和口罩，在夜色中像3个模糊的影子。我立刻坐了起来，打开了藏在仪表台下面的那个小屏幕，这是我花300块钱加装的一个连接14车身4个摄像头。我看到那3个人，他拿出个特个管子，指几下，油箱盖就被撬开了。面包车里传来了轻微的马达声，整个过程干净利落，专业的让人心寒。干完一票，他们没有马上离开，那辆面包车朝我的方向慢慢滑了过来，我能听到自己心脏砰砰的跳动声，像战鼓。还是门再次拉开，监控画面里那拎着工具包了罩的瘦高个走到油箱旁边，他蹲下身，用手掀了那个红色的开关上。我的手心在冒汗。瘦高个和同伙比划了一下，似乎在说这辆车油箱很大，是个大活。望风的2人点了点头，散开在车头和车尾。瘦高个从工具包里再次拿出了那个特制的撬棍，他一手扶着油箱，一手举起撬棍，准备插进油箱盖的缝隙。就是现在，我的拇指狠狠地按下了那个红色的开关，没有声音，没有火花。在按下开关那一瞬间，我甚至怀疑这套装置是不是失灵了。幅度之大，让他接触油箱的手套上冒了出来，伴随着一股焦糊的味道，隐隐约约飘进了驾驶室。也就2、3秒的时间，他整个人就像一滩烂泥，软软的瘫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老三，那2个望风的同伴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他们愣在原地，呆呆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同伙。他的手刚碰到瘦高个的身体，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了深夜的寂静。我迅速切断了电源，我不想闹出人命，我的目的只是自保和震慑。操，这车有电，这孙子在车里，把他弄出来！这一下彻底点燃了他们的怒火，剩下的2个人脸上写满了惊恐和愤怒，他们不再顾忌，其中一个从面包车里竟然拖出了一根1米悠长的钢管，给老子下来！他怒吼着，抡起钢管，狠狠地朝着我的驾驶室侧窗砸了过来。当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钢化玻璃上瞬间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但没有碎裂。我的心脏随着这一声巨响狠狠地抽痛了一下。他们疯了，这已经不是偷油了，这是明抢，是攻击。我没有一丝犹豫，立刻按下了喇叭。老伙计那足以撕裂耳膜的巨大汽笛声，像一头发怒的巨兽，在寂静的夜空中咆哮起来。整个停隔车区的地面似乎都在这声音中震动。周围几辆大货车的驾驶室里，灯光接二连三地亮了起来。干什么呢？咒骂声和开门声此起彼伏。那2个家伙显然没想到我敢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他们慌了，对视一眼，不再管地上的同伙，也顾不上去捡那根钢管，拉开面包车的门就想跑。想跑？没那么容易。我挂上倒档，松开手刹，油门一脚踩到底。老伙计庞大的身躯发出一声怒吼，像一堵移动的墙，朝着那辆黑色的面包车狠狠地撞了过去。这是怎么回事？好像是油耗子被这辆解放给顶了。天哪，太厉害了！这哥们儿是条汉子。做完这一切，我才感觉后背一阵发凉，全是冷汗。刚才那一连串的动作几乎是出于本能。愤怒压倒了恐惧。我走到那个被电倒的瘦高个旁边，探了探他的鼻息，很微弱，但还有气。人没死，只是被高压电击穿，暂时休克了。我松了口气。兄弟，好样的！这帮不安分的油耗子就该这么治。我也是被逼急了。什么逼急了？你这是为民除害。陈师傅，这次多亏了你，这个团伙我们盯了很久了，一直抓不到现行。你这一下算是帮我们端了个大窝点。你放心，你的行为经过我们认定属于正当防卫，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至于你车辆的损失，我们会要求对方进行赔偿。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阳光刺得我眼睛发酸。陈实，兄弟，没事吧？没事。看着他们3个，我眼眶有点发热。这得换了，我认识一个专门做卡车玻璃的，一个电话就能给你送过来。一晚上没睡，先填肚子。我去，陈实，你真是个人才，这招绝了！回去我也得搞一个。得加个保险，不然下雨天把自己给电了。这个办法是我们实干车队的独门秘籍，概不外传。这一刻，我感觉心里那块因为债务而结成的冰又融化了一大块。我不再只是一个背着300万债务的陈实，我是实干车队的陈实。拿着，修车钱，咱们车队不能让兄弟自己掏钱又流血。我没推辞，收下了。这不是钱，这是车队的第一笔公共账目。但不知怎的，我感觉我的老伙计好像多了3个看不见的护卫。陈师傅辛苦了。第5天下午，我把车稳稳停在哈市那家军工单位的指定仓库，铅封完好无损，货物分毫不差，运费当场结算，扣除路上所有开销，8万块的纯利像一剂强心针打进了我干瘪的账户。我第一时间给老妈转过去3万。你小子现在可是名人了，甘肃那边的事儿圈子里都传遍了，说解放车队有个狠人，一个人干翻一窝油耗子。运气好而已，有个活儿比去克喀什还硬，从省人民医院送到有个孩子等着万里一支书手术，等这颗心脏救命。全省大雾，高速封路，直升机也飞不了，医院没办法，想找一台最靠谱的重卡在前面开路。我明白了，这不是运费多少的问题，这是在跟死神赛跑。好小子，你这个车队
没白见。哪位是陈石师傅？陈师傅，拜托了，孩子才12岁，急性心衰，这是他唯一的机会。箱子里的心脏有效时间只剩下不到5个小时了，我们必须在4小时内赶到临市中心医院。放心，交给我们。上了高速，没开出20公里，前方出现了一片望不到头的红色长龙，堵车了，而且是纹丝不动的那种死堵。前方15公里处多车连环追尾，3个车道全堵死了，大雾清理难度大，估计没3-4个小时通不了。3-4个小时，我们根本等不起。收到。实干车队全体都有，目标省人民医院，任务给一颗心脏开出一条生路。我一脚油门，解放 J6P 像一头被唤醒的猛兽冲进了浓重的夜色里。这一次，我的车上载着的是一个孩子活下去的全部希望。兄弟们，听我说，我们现在是唯一能动起来的力量，我们得给自己开出一条路来。怎么开？拉链式交错通行。我打头，用我的车头把第一车道的车往左推半个可位。西北狼，你把第二车道的往右推。老 A， 你用喇叭清扫通道。闷油瓶，你垫后防加塞。陈师，这太冒险了。我们没时间了，吵架总比看着孩子死强。碰了车，我来赔。你们就说干不干？我没问题，我的车头保险杠上个月刚加固过。操，干了！算我一个。行动开始。老 A， 跟上，漂亮！顶罗走。我是在绣花，用10几吨的钢铁，在一片密集的雷区里绣出一条生路。紧急运送移植器官，请为生命让路。1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冲破了长达15公里的拥堵梯段，前方是空旷的高速公路，车窗外雾气渐散，天色微亮。看了一眼仪表盘的时间，又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救护车，松了一口气，但眼神依然专注。我们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们于车流中奋力搏杀的时候，我们这支硬核车队已经通过无数路人的手机，在网络上掀起了滔天巨浪。实干车队一夜爆红。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我们4个大男人坐在驾驶室里，看着那个银色的恒温箱被飞快地送进手术大楼，谁也没有说话。但我们都知道，我们赢了。谢谢。2个小时后，好戏传来，手术成功，孩子得救了。患者的家属，一对朴实的中年夫妇，更是直接跪在了我们车前。我们手忙脚乱地把他们扶起来，心里五味杂陈。这20万是大家拿命换回来的。陈实，这钱我不能要，这他妈是救命的钱，不是挣的钱。这不是给你们的运费，这是实干车队的第一笔分红。我们救了人，也得让自己活下去。收下，这是规矩。兄弟们，回家喝酒。好，收到，我请客。我的人生依然在重载，300的债务还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身上。但这一次，我感觉我的车轮下多了一条通往山顶的路，而我的身边多了3个可以一起推车的兄弟。陈实，你他娘的就是我亲哥！以后谁敢动你，我开着天龙直接给他家铲平了。天黑，和那晚没去什么大饭店，就在我老金信息部后面一个专做大车司机生意的大排档。几张油腻的塑料桌子，几把缺了脚的马袋，就是我们庆功的宴会厅。车队不能散。我心里那股因为救人而升腾起来的英雄气，被这嘈杂的人间烟火一熏，落回了实处。英雄，狗屁！我还是那个欠着300万，每天睁眼就想着怎么多挣几百块运费的陈实。那20万里，我自己的5万，第2天一早就打到了债主账户上。看着手机短信提示的还款记录，那串长长的数字终于往前挪动了一小步，很小的一步，但终究是动了。你还算条汉子。硬核车队的爆火比我想象中来的更猛烈。老金的电话成了热线，我的手机也快被打爆了。有电视台想做专访，有网红公司想签我们，甚至还有个电影公司联系我。我把这些邀请统统推了。我太清楚了，这些都是虚火。今天能把人捧得很高，明天也可能带来弱差。流量这东西比高速上的团云还不靠谱。我们想要的不是这些虚名，而是实实在在的活，能赚钱的活。火了之后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老金那里的高价单、加急单几乎都点名要我们实干车队来接，价格比以前高出至少2成，而且结款痛快，绝不拖欠。我卡里的余额也终于从5位数重新爬回6位数。半个月下来，我们4个人连轴转，几乎没怎么休息。钱一到手，我心里那个念头就再也压不住了。强子，你在厂里吗？我过去找你。我找到了肥强，肥强是我的发小，
也是我们这片最牛逼的卡车修理师。他的修理厂叫猛兽改装，藏在一个偏僻的工业区里，门口没有招牌，只有一台被他改装的北京212。等会儿，这台机的呼吸有点乱，高压共环的压力不稳。强子，我没催他，点了根烟，靠在老火臂身上。我知道他的脾气，机器就是他的命。出名了，陈老板，在网上看你拿车头拱人的视频，真他妈提气！怎么发财了？想换新车了？换个屁！找你来是想让他脱胎换骨。你想怎么搞？我要动力，要他在任何路况下都能给出最直接的响应。我要他在上高原的时候不喘，在爬长坡的时候不软。我要他成为真正的公路之王。钱呢？20万，这是我能拿出来的所有钱，你看着安排，不够我再想办法。J6P 好车，底子厚，但原厂的调调太保守了。为了省油，为了环保，把这头牛的牛脾气全给阉了。20万有点紧，但也不是不能玩。但这颗心脏的供血不动大手术必须虚强化。涡轮换盖瑞特的 GT42，进气量能翻1倍。中冷器加大加厚。好，喷油嘴换博士的大流量，然后最关键的是 ECU， 我托人从德国搞到刷写设备，能绕开原厂所有限制。我亲自写程序，把这台西仓发动机潜力压榨到极致，马力能到600匹以上，扭矩2800牛米起步。我的心跳开始加速，600匹马力，这是什么概念？市面上顶配的进口卡车也不过如此。制动呢？光能跑刹不住，那就是一口移动的棺材。放心，前盘后鼓全换瑞典进口刹车盘，加装福伊德液力缓速器，5档可调，跑云贵川长下坡都足够稳妥。悬挂给你换成气囊的，跑烂路舒服，还能调节车身高度，做个动平衡。全车的油液、刹车油、机油、齿轮油全换成顶级的赛用油。什么时候能搞好？车留下，人滚蛋，半个月后过来提车。记住，多准备点钱，我怕我一激动给你装点计划外的好东西。嘿，稳！把车钥匙扔给他，我转身就走。我没回家，而是去了银行，把剩下所有的钱又取了2万现金，塞进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掉头回了修理厂。强子，我知道你做生意实在，交情归交情，生意归生意，这里是2万，算是定金。什么？剩下的我半个月内结清。这车你放开整，别替我省钱。我要他在我踩下油门的时候，能让前面所有的车都只配看我的尾灯。嘿嘿，陈实，你变了。是吗？以前你开车是为了生活，现在你是为了活着。我听着这句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为了生活和为了活着，原来不是一回事。半个月的时间，我一天都没闲着。没有了老伙计，我等于断了一条腿。幸好老 A 他们够意思，我短在活的副驾上，不用时刻紧绷着神经，反而有时间去琢磨一些以前没抠想的事，比如时事车队的未来。不行不行，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看文件跑部门。再说了，咱们几个大老粗，谁会管公司啊？别到时候钱没挣到，还惹一身骚。注册个公司不难，但后续的账目、税务、接单、派单，这些都是麻烦事儿。我们都在路上跑，谁来干这个？他们说的是实话，我们都是开车的，真让我们坐办公室，比杀了我们还难受。这件事暂时搁置了，但我心里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过来，感受一下什么叫野兽。我赶到修理厂的时候，第一眼差点没认出我的老伙计。车还是那辆车，但整个气场完全变了，像一头蓄势待发的猛兽。上车。内饰没怎么变，但方向盘的手感、档杆的形成都变得更加紧凑。我点火，轰一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低吼从车底传来，那声音不再是 J6P 原厂的沉闷，而是变得更加浑厚、粗野，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力量感。出去跑一圈。呸！这离合点怎么这么高？竞技离合，行程短，结合快，习惯就好了。我适应了一下，把车开上了通往郊区的公路。路上车不多，我深吸一口气，踩下了油门。那一瞬间，我感觉我的后背像是被谁狠狠踹了一脚，一股狂暴的、源源不绝的推力
从身后涌来。转速表的指针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上攀升，车速瞬间破百。窗外的景色开始飞速倒退，风声、发动机的咆哮声、涡轮介牙阀尖锐的呲呲声交织成一曲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交响乐。我甚至感觉不到换挡的顿挫，动力衔接的天衣无缝。这已经不熟悉的那台我熟悉老伙计了。这是一头被解除了封印的怪兽。我在一段没车的直路上试了试刹车，随着液力缓速器的介入，一股巨大的拖拽力传来，车速平稳而迅速的下降。密码6个8，里面有18万，全给你，剩下的我给你打欠条。钱的事儿不急，我问你，这车你满意吗？满意。他现在有了灵魂。那就行，欠条不用打，以后你车队的维修保养都得来我这儿，我给你打8折。我心里一热，我知道这是他表达支持的方式。陈师，你的车弄好了吗？刚弄好。怎么了？有个活儿，天大的活儿，你听了别害怕。西藏，给那边的地质勘测队送一批特种设计，从我们这儿出发，走川藏线，目的地是阿里无人区边缘的一个营地，海拔5200。我的心猛地一沉。川藏线 G318 国道，那是一条用壮美和死亡铺就的路，塌方、泥石流、高反天险，每年都有车永远地留在了那里。更别说是海拔5200的阿里，那个地方被称为世界屋9的屋颈，是生命的禁区。这活儿怎么会找到我们？原来的运输公司一台车在路上出了事故，掉下悬崖毁了，人也没了。这批设备是德国进口的，精密得很，耽误1天，那边整个项目都要停门，损失按1000万美金算。他们现在急疯了，愿意出天价找最靠谱的司机和车。天价是多少？ 50万，一台车一趟，而且是预付一半，送到再付另一半。这个数字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我脑子里炸开。能跑下这一趟，我的债务就能解决将近1/5。为什么是我？因为你现在是硬核车队的陈实，他们要的不是快，是稳，是绝对的可靠。你护送心脏那件事儿在圈子里传神了，他们点名就要你这样的司机，而且他们也知道普通的卡车跑不了那条线，你的车刚改完，对吧？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向死神预约的订单，风险与收益完全成正比，我一个人干不了。我知道，对方要2台车互为北分，你可以再叫上你的一个兄弟，价格一样，一台。我挂了电话，看这台脱胎换骨的老伙计里，仿佛有一天这颗滚烫心脏正在发出野兽般的咆哮，他在渴望征服，我也一样。有个去西藏的活儿，9死1生，但价钱很高，谁跟我去？我操，西藏假的，算我一个，老子早就想去看看布达拉宫了。我跑过一次，那边的路不好走，我的德罗高原型发动机，我去。我看着西北狼的回答笑了，我知道他会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他的人就像他的代号一样，沉默、坚韧，像一头能适应任何恶劣环境的狼。狼哥，你确定？这趟可不是闹着玩的。陈实，我女儿今年上大学，学费还差一点。明白了，狼哥，咱们一起去。出发前，我们做了最周全的准备。我和西北狼把车看到肥强的修理厂，做了一次彻底的检查。肥强听说我们要去阿里，二话不说关了店门，亲自给我们检查了3天，每一颗螺丝、每一条线路、每一个接口，他都用手摸过，用仪器测过。别他妈跟我省钱！到了5000米的海拔，不光人喘，车也喘，进气量不够，发动机功率下降1半，到时候你们哭都来不及。这套增氧系统能在高海拔下给发动机额外补充20%的氧气，关键时刻能救命。除了车辆，我们个人的装备也准备到了牙齿：抗高反的药、自热食品、厚实的羽绒服、防滑链、拖车绳、备用的柴油和尿素。我们的驾驶室被塞得像个移动的军火库。这里还有这里，最近都有塌方。老 A 和闷油瓶也没闲着，他们发动自己在圈子里的关系，给我们找来了最新的跟川藏路战况信息，精确到每一个塌方点和每一个临时交通管制路段。拿着，路上万一有点什么事需要打点，别舍不得花钱。记住，钱没了可以再挣，命只有一条。等我们回来喝酒。好，给你们接风。2台钢铁巨兽一前一后驶离了我们熟悉的地平线，朝着那片神秘而危险的高原进发。进入四川，路边的景色开始变化，平原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连绵不绝的群山，空气也变得湿润起来。我们很顺利地抵达了康定，在这里
我们做了进藏前最后的休整和补给。过了康定，就是真正的挑战。翻越吹海拔4200米是弯曲的意思，它的盘山公路是名副其实的九曲回肠，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崖。我们选择在凌晨出发，避开白天的旅游高峰。冰冷的山风夹杂着稀薄的空气，灌进驾驶室，让人头脑格外清醒。注意右侧的落石。收到。越往上，坡度越大，弯道也越急，很多都是回头弯，车头转过去了，刮车还在几十米外的上一个弯道。这对驾驶技术和车辆性能都是极大的考验。我的老伙计表现得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蛮牛，飞墙改装过后的动力在这种极限路况下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几乎不用把油门踩到底，就能感觉到充沛的扭矩源源不断地从车轮传递到地面。液力缓速器成了下坡时的神器，我几乎不用踩刹车，只靠它就能把10几吨车速稳稳地控制住。那一瞬间，我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撼了。脚下是翻滚的云海，像一片白色的棉花糖铺满了整个山谷。远处是蜀山之王贡嘎雪山，金色的晨曦正洒在它圣洁的峰顶，反射出万丈光芒，是那种纯粹的不含一丝杂质的湛蓝色。几只雄鹰在湛蓝的背景下自由地翱翔，我贪婪地呼吸着这里稀薄而纯净的空气，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被这天地间的壮阔洗涤了一遍。西贝狼姨也下了车，他没有看风景，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看样子就是他的女儿狙击照片，看样子对着贡嘎雪山的方向。我没有去打扰他。救命！救命！有没有人？我们的车掉下去了。什么位置？折驼山下山方向第3个回头弯，一辆白色的。我去找人，你报警！报警！报警中心吗？折驼山下山方向第3个回头弯。护栏被撞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缺口下方10几米处的悬崖峭壁上，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像一颗挂在树梢的果子，摇摇欲坠。车头已经严重变形，半个车身都悬在空中，只有车尾被几棵顽强生长在峭壁上的小树和一些凸起的岩石勉强卡住。只要一阵稍微大点的风，或者车里的人稍微移动，这辆车随时都可能坠入数百米深的深渊。我的头皮瞬间炸开，肾上腺素像高压泵一样冲进大脑。狼哥，稳住，别靠太近，小心2次坍塌。陈师，车里有人，我看到手了。我也看到了，后车窗，一只手正在徒劳地拍打着玻璃，幅度很小，充满了绝望。警报和急救电话已经打了，但等到救援队上来，黄花菜都凉了。我们是唯一的机会。狼哥，我有个法子，我用车头的脚环先把车稳住，但直接拉角度不对。你的车当锚点，你把车横过来，车头对着悬崖，我把你的拖车绳从你车尾绕一圈扔下去，让它们挂在底盘大梁上，你的车就成了定滑轮。不行，绳子绕车身摩擦力太大，会磨断，而且地基是空的，能把我的车也拽下去。你车上有备胎吗？就是那种没轮毂的，光一条外胎。有。扔下来，听我指挥，你倒车，车尾对准普拉岛正上方，尽可能靠近护栏缺口，停住。我开到你前面，车头顺着你，用车头顶住你的车头。你要干什么？脚力，用我的车给你当配重。那条外胎就是我们的滑轮。把拖车绳从外胎中间穿过去，扔下去。好。下面的人听着，我们是路过的卡车司机，现在把绳子扔给你们，找个结实的地方挂在车底下的大梁上，千万别挂在保险杠或者悬挂上，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大哥，快，我老婆快不行了。狼哥，绞盘靠你了，交给我。挂好了，狼哥。收到。动了！别停，一口气拉上来！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行了，大老爷们儿，人没事就行。谢谢。哟，这不是网红车队实干车队的陈老板吗？怎么着，不在内地当英雄，跑来我们藏首抢饭啦？有事？没事儿，就是提醒你一句 ，G318 这条线水深，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跑的。今天算你们运气好，没把人救死，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车不错，改得挺带劲儿，就是不知道结不结实。我心里一沉，老金提过，之前运这批设备翻下山崖的，就是天路行的车，他们是来寻仇的。兄弟，拿着，留着修车吧，以后开车慢点儿。不是我清高，是那笔钱烫手。我不想因为救人，把自己拖进无休止的麻烦里。他们不是不平衡，他们是想让我们也变成 G318 高速公路上的新闻头条。G318 国道被誉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风景确实无与伦比，但对我们开卡车的来说，这些美景背后全是致命的陷阱。注意胎压，这种路最伤轮胎。别理他们，他们想干什么？不言而喻。妈的，真有耐心。他们在等机会，等最合适的路段。我明白他说的最合适的路段是什么意思，那种一边是山体，一边是悬崖，没有任何缓冲地带的死亡弯道。现在的年轻人胆子是真大，以为在网上火了就成车神了，跑到高原上来撒野，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别这么说，人家可是英雄，说不定一会儿还能在悬崖边上再表演一个乾坤大挪移呢。跟这帮人动嘴没意思，路上的事终归要在路上解决。夜里的 G318 是另一个世界，白天的壮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黑暗和死寂。狼哥，跟紧了，他们要动手了。陈实，别慌，控制住速度。想玩？在这种结了冰的弯道上踩刹车，等于自杀。陈实，你疯了！我没疯。肥强的话在我耳边响起，马力600匹，扭矩2800牛米。我要它在我踩下油门的时候，能让前面所有的车都只配看我的尾灯。你输了。我赢了，但我没有立刻开车走人。狼哥，把车停好，打双闪。我们回去救人。救他们？我们不是他们。凛冽的寒风瞬间灌满了我的肺。我看着那台撞在山壁上的天龙和那台挂在悬崖上的天龙，心里没有一丝复仇的快感，只有一种悲哀。本是同根生，相见何太急。为什么救我？这条路上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你们老板给了你们多大压力，让你们连命都不要了？我叫赵虎，这趟活我们老板下了死命令，要是拿不回来，我们这个车队就得滚出 G313。陈实，我服了，你这技术，我赵虎跑了20年车，没见过。今天家里都有老婆孩子要养，不冤。陈实，你这个10善车队还缺不缺人？缺，但我这儿不养闲人，更不养猎狗。我只有一个规矩，路上的兄弟就是自家人，
有难一起扛，有饭一起吃。我懂。G318国道上最臭名昭著的天路行车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实干车队的雏形。兄弟们，油加满，目的地继续出发。收到，目的地阿里，收到。